我自己的话，像前面主任说的是今年年初加入大疆，我现在是负责公司的这个投资。那投资的话，我们其实是整个跟产业相关的上下游的投资都会涉及，就包括很多半导体、集成电路，包括很多像那个相机相关的一些技术或者设备，包括下游的一些应用或者是生态系统方面的投资。我自己的话，之前其实一直是也算在 professional service， 就是做财务投资。在学之前，我本科在国内在清华是学物理，不过本科毕业其实也就是到finance 里面去，算是那个从来没有真的做过这个 scientist， 算是 scientist by training。所以现在这个工作其实是倒是我做的最 technical 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以前我工作的公司也都是基本上是外企，然后 culture 啊 processes 啊这些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大疆那时候吸引我加入也是感觉它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中国公司，包括它的包括它公司的成长的背景也是非常的独特，所以也是很感兴趣，就是有这机会吧，接受这个挑战，然后看看能够在这平台上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公司独特主要是在于，它其实是比较少的几家中国公司，或者甚至是一两家中国公司吧，能够在技术领域可能本身还是在一个非常新兴的阶段，就已经是占到全球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而且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 define 这个 industry， 也 define 这个 industry 未来的一些走向。我们的体量可能是closest competitor 可能是10倍、20倍的一个规模，而且公司现在本身盈利和这个收入已经到了相当的一个规模。公司的话，founder 是汪涛 Frank Wang， 他是杭州人，今年应该35岁吧。他是本科在香港科大念 engineering，他的 thesis 就是关于直升机的一个飞行控制系统。他自己其实小时候是这种航母爱好者，就一直玩这些飞机的。那他其实毕业之后也就从来没有打过工，这是他创立第一家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公司。公司的话，其实如果看这个成长曲线，应该说06年成立到11年，都还是基本上属于在水下潜行的一个状态，因为那时候其实是也是在实践中调整我产品和业务聚焦的一个方向，然后花很多研发的精力，是花在包括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的系统，因为这个系统看起来不起眼，其实是复杂程度相当高。那公司真的take off 是在2011年，11年底的时候是出了，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产品的话，是那种Phantom 第一代，也就是到手就能飞的一个无人机。这其实是整个行业里面第一款这样的产品。那之前的产品什么样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Phantom 是上面中间这个是 Phantom， 在之前的话，整个行业其实都是在所谓 hobbyist， 就是爱好者手里面。这些人其实就跟小时候玩什么航模、车模、船模的人一样，他们对这个东西兴趣是我最好自己买个发动机，买个螺旋桨，买个什么东西给它组装在一块儿，然后看这个怎么样能做出一个最好性能的东西。所以如果看左上方的话，这个是 flight controller， 这其实是装在飞机上，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电脑，就是控制它的飞行的稳定。Flame wheel 就是第二个，它其实是一个飞机的机架。就在11年之前，其实公司业务还主要是卖这些零件给这些航母爱好者。但是 Phantom 一出来，马上就是一个 hit product。1年出来到今年的话，可能整个收入也是增长的超过100倍。在 Phantom 出来之后，我们就是在无人机这条产品线也是不断的细分，不断的扩展。
Inspire 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比较算 prosumer 的一个产品，因为它的出来的视频其实是直接可以用在广播机，就像电视台或者是甚至一些小成本的好莱坞电影里面都能够用。上面最右面这个叫 M100， 这是几个月前新出的一个产品，它其实不是一个 2C 的产品，它的目标用户是 developer， 因为概念是说，无人机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飞行的机器人的平台，机器人的平台你在很多行业里面都能有应用。那现在公司其实真的发力还只有说航拍这么一个应用就已经做得很大，但是有很多行业应用其实我们现在可能还没办法完全看到它的潜力，因为可能很多行业我们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如果每个行业开发者他自己去从头开始做一架飞机，recreate wheel， 这个对整个行业来说肯定不是最efficient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开发的平台，它的上面 SDK 是可以对飞控系统进行很底层的一个控制，上面是可以 program， 然后搭载的硬件也可以更改。就比如说你上面除了搭标准的可见光相机，是可以搭红外线的相机或者多光谱的相机，甚至是一个 LiDAR 或者是 radar，或者是你可以不搭载sensor，然后换第二块电池，然后飞更长时间。那这个概念就是说，希望用这个来 kickstart 一个生态系统，所以差不多小半年前发布吧，现在已经有1-2万个开发者在上面开发。下面的话其实我们更专业及偏影视类的一些产品，这个 Spread Wing 是可以搭载相当于几公斤重的摄像机，像 RED 这些专业摄像机都可以用。所以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航拍很多都是用这个机器拍的。Rolling 和 Rolling M 它算一个手持稳定器，它上面也是搭载就像 RED 这样的摄像机。这边其实有2个新产品还没来得及放上去，一个是上个月发布的，其实是 Inspire 相机的一个升级版，因为它现在相机用的 sensor 是跟 GoPro 一样大，就是说这个 sensor 的那个 size 是2.1/3英寸。那上个月我们是发布了一个相当于 sensor size 是3.4英寸的这个叫 micro four thirds camera， 而且它的镜头也是可以更换，所以大家如果玩摄影知道，你sensor如果更大的话，这个摄影效果、图案效果都是更好的。那新的这 camera 基本上出来的效果就是可以直接用在电影里面。然后昨天我们其实发布了一个新产品，它其实不是一个飞机，是一个叫手持云台，它是你可以理解成拿在手里面一个小的机器人，因为你业余拍摄视频和专业视频其实最大一个差别是视频的稳定性。如果大家看这些 GoPro 视频都知道，它本身就很陡，一看就是相当于跟电影的感觉很不一样。那我们出这个产品其实也是说填补的是打烂一个空白，让普通人有机会做出专业级别的产品。这边是无人机现在的一些相当于工业上的应用领域了。当然我们自己内部一直是觉得其实无人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因为本身这个行业3年前才被创造出来，而且技术进步特别快，可能3年之后这个机器不管从 form factor 从它的技术芯片以及它系统完全不一样。那这边只是给它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农业的话，一方面是就可能比较 intuitive 可以想到用无人机来撒农药或者化肥。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是说，无人机如果搭载一个多光谱相机的话，你在美国中西部你绕着这些玉米地飞一圈，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有病虫害，什么地方生长不良，什么地方需要施肥。那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像 real estate， 其实现在如果大家看不管中国还是美国，你做这些建筑工地的话，
你其实管理的方法很多还是上个世纪的，比如说大家有一个打印出来的一个蓝图，然后在上面用笔标记说这个房子建到哪了。但像现在 Apple 在加州建它新的 campus， 其实就是用无人机在管理，因为你用无人机配合这3维建模的技术，你是可以每天对这个工地进行一个3维建模，就告诉你这堵墙今天又高了20厘米还是50厘米，然后是不是要串？这个就相当于你管理层你不需要到工地现场，但是你对工地每一项进展都可以非常清楚。我觉得大疆还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它也是中国公司里面这个全球的 marketing 做的比较有特色，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中国公司，公司也是一开始也是比较有意识的，不想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就大家如果有留心的话，可能会看到，在任何一次产品发布里面，公司的 founder 是从来没有自己出现过。这个是跟其他的某些中国公司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直觉得还是要靠产品本身说话。这些相当于是一些 celebrity fans。现在 global market share 可能70%左右。现在大概4000人，然后2000多个算工厂的。工程师大概是1000人左右。那其实如果你看这1000多个工程师的话，其实可能相当于美国这边很多无人机公司加起来工程师总和。因为我看到很多公司即使已经是相对 late stage 的美国这边无人机公司，它也就10几20个工程师。这个 office 也是有一点 outdated。应该就最近3个月吧，一个是纽约新开一个 office， 它算主要是管美国这种 policy 的。然后 Palo Alto 是有一个 R&D office， 其实相当大的一个 office。已经有2个 senior R&D leader， 一个是以前在 Tesla 是 Elon Musk 的人，在 Tesla 是负责 autonomous driving。那我们就跟他说，可能 autonomous driving 这个事情还需要5年以上才能发生，但是在 drone 里面可能会更快的发生。另外还有一个是从 Apple 过来。这边是一些相当于媒体的报道。那个 Fast Company 是今年年初，然后是rank很高。这是上次一个产品launch的 video。I was born into an extraordinary world, a compassionate world, a place that was always there for me. It makes me a thinker, a friend, a protector. It teaches me so many lessons to explore everywhere, let my curiosity get the best of me, to risk everything, spark a dream you can't live without, and chase it, to live fearlessly, hold on tight but don't hold back, to evolve, make new and now front and center, to believe, let faith be more than a verse, let it be a constant, to love as much as your whole heart can stand. We see this world in so many ways, but it can be seen in so many more. There's time. There's always time. Don't let all those days just become another life. Make them the hours you spend building for something greater. Building you. A lens
for more. SDK 的话，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 Unhundred 这个系统，它其实概念是说能够跟像大家一些包括 Apple、Twitter 它的 SDK 一样，本身是一个平台，让开发者可以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能够赚钱，然后打造专门的一个生态系统。最后的话，这张照片是我个人其实是最喜欢的。我忘了这个摄影家叫什么名字，其实挺著名的一个摄影家。他是一天在那个加州外面 kayaking， 然后他感觉水下面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但是在船上看不太清楚，他就把飞机放上去，然后俯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看到一头金鱼就在这个船的旁边。我觉得他其实很好说明，包括我自己第一次玩这个无人机的时候一个感觉，就是它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是也是给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好，那 PPT 就到这边，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大疆这个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我觉得还是中国企业蛮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案例。我觉得你也提到这一点了。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源于什么？对，我忘了自我介绍，我叫5号，是那个17届的学弟。我觉得其实你真的从那个 business school 角度，你任何一个 business 你成功，肯定是很多偶然因素的。我觉得到今天这个角度，就是你可以讲若干那个必然因素，就包括你 founder 的 vision 啊，包括你技术上的投入啊这些。但是我觉得这就跟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你 pioneer 走到第一步肯定是 you made some right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you are lucky。我觉得就是不外乎这2点吧。然后现在其实说更关键的是，不管是运气也好，然后水平也好，你如果正好在那个风口上，在一个增长的行业里面，在一个 leader 的位置，你怎么样 leverage 你现在这个地位，然后把优势进一步保持下去。我是汪一峰，也是17届的学弟。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在春华秋实工作的时候，我们也看过大疆这个项目，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特别吃惊的是说，就 DJI 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家美国公司，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人知道是一家中国公司。然后我就想你从内部看来，从里边看这家公司来讲，你是觉得它的企业文化是怎么样的？是一家传统的民营公司呢，还是一家外企的文化呢，还是国企的文化呢，还是什么样的文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是我觉得是 a little bit both， 但是还是更偏中国公司多一点。所以就说其实公司成长的过程，一个是你本身产品技术演进的过程，另外其实也是你本身 processes 组织结构，包括人这边演进的过程。就是这些潜伏在水面下的东西，其实可能是长久来看是更加重要的。我是16届的上硕士院的学生。我想请问一下，你在纽约开那个办公室，主要是为了在美国这边的 regulation 的这边的一些跟他们合作交流，还是具体出于什么的目的？那个在纽约还是比较偶然的，因为我们美国的 VP of Policy，Brandon 他其实是 Harvard Law School 毕业，Harvard Law School 应该是九几届的吧，就是他其实是globally 做这个行业最好的一波人，他是过去10年都在做这个行业，就是他个人住在纽约，所以我们就在纽约开 office。这个因为你是搞投资的，那我想听就是大疆它投资的项目主要是着重在哪几个方面？那么它投资的话，它投不投海外投资？
那么假如投入它呢，它大概的范围是多大？谢谢。我们其实广义上讲，如果能跟我们生态系统沾边的，我们都可以考虑投资。但主要投资的话，还是比较看重那些有 hard technology 的东西。然后可能已经投的和正在看的70%-80%都在海外吧，所以可能真的中国投资反而是比较少。好，谢谢。我有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之前提到现在 SDK 由第三方主要的开始开发嘛，可能现在看到比较多的一些开发的一些 apps 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看一下 Amazon review， 然后大疆普遍来说大家都觉得这技术上确实是没话说，性价比没话说，但是好像有很多人认为这个 customer service 非常有问题，这是一个 strategic choice 还是一些 bottleneck inside？ 我先回答第二个，就是 customer service 肯定不是 strategic choice 让它出问题。resource allocation。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把公司组织本身当做一个产品的话，它也需要有一个迭代的过程。那其实这一块的话 ，we also thinking really really hard how to make it work。因为可能先退一步讲，你做一个硬件本身比做一个 app 其实是可能是2个 order of magnitude。因为你做一个 app， 你可能2-3个人协调就可以做出来。做一个硬件的话，你可能需要上百人协调，还涉及到整个产业链的协调。因为为什么你整个在硅谷，其实真正的硬件公司也就2个，一个是 Tesla， 一个是 Apple。而且硬件还有一个困难在于，你不是做出去你不好，然后你 App Store 发一个更新，你大概升级一下就解决了。You have one chance to get it right。然后如果这东西不行的话，你就直接会需要反修啊 customer service。这个东西其实涉及到很长的一个价值链。customer service 这一块我们本身也是，其实 founder 他是用非常 entrepreneurial 的方法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它 work。对于中国公司，当然也很坦白是有一些 inherent challenge， 就是其他然后又在美国真的做过 large scale customer service 的人，其实这样的 talent 不是那么容易找。我们之前已经是迭代过2个 customer service leader， 一个其实也在 Apple 10几年了，一个是以前在 ASUS， 但其实也是都不太 work。最近的 customer service leader， 其实是一个小鲜肉，他是清华今年刚毕业，就是他当这个 team leader 的时候，他清华毕业证还没拿到，这是公司的一个 culture。他现在下面管400多个人。确实，他过去3个月，我觉得做的工作还是不错。看到很多 data， 就是过去3个月其实是进步也是相当大。当然，就是说肯定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内部如果有这边有同学特别关心公司的话，可能会知道，其实上个月2个星期前，我们的 CEO 其实是在一个模型论坛上，国内模型论坛上，是发了篇文章专门讲这个售后的事儿。然后其实还就是发个公开信吧，就是说如果我们粉丝里面有谁对这一块有心得的，请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也希望在 customer service 这一块能够做 A/B test， 能够看怎么样内部 PK 能把这一块做好。发现你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 SDK 这个就是想做 ecosystem， 主要想开发一些什么样的 app？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说想开发什么样的 app，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所以，如果说某些行业特别看好的，我们就已经投入资源去做了。那 SDK 更多是说，让一些比较 niche market 就开发者去开发，或者是其实我们是希望被 surprise， 就是能看到一些我们可能自己都还没想象到的用途。无人机这个技术在美国它可能时间更久，所以我很 surprise 看到说反而中国会有更多 talent。就是无人机本身不是一个 like silo technology， 就我们很多工程师他可能是 automation background 或者控制 background， 但是它无人机下面你其实有很多细分的，包括我们可能 machine vision 的 team 都有几十个人，我们做 camera team 都有100个人。
的。所以这个 I'm not saying 就是说1000个工程师你就 define 成是无人机工程，其实那 hardware 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通用的。你之前做别的事情，你也可以再来做无人机。我就这个问题，在中国像这样一个 IP 还不是很健全的地方，你们有没有顾虑到说技术可能会被其他的新的 players 借鉴，或者说他们很快如果有很多资本的投入的话，可以很快速的在规模上追赶上你们？ IP 确实是一个 issue 了，所以那个这事儿是两说，一个是说成熟市场怎么保护 IP， 一个说在中国怎么保护 IP， 这个不一样的。然后在美国这边的话，其实我们 IP filing 包括在 global 应该都是最多的之一。然后在中国的话，这块一个是你尽可能把你的这个 value chain 都能够 integrate， 能减少 IP 泄露的可能性。因为其实说白了，什么商业间谍啊，或者是甚至有人应聘到你公司里面来，就是为了拿一个代码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像最近那个公司里面还搞了一个相当于是新的 program，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能够通过某种方法，不合法的手段拿到某一个 code， 你可以去跟 HR 说，一个是 IP 在哪里，一个是这个你生产在哪里。我们核心的 IP 都是在实体手里面，然后这个飞行器其实现在你集成化的程度和手机相比，可能也是相当于02、03年跟现在的一个差距。所以现在飞机里面还不是那个 system on chip， 于是大概4、5个单片机做了一块。那这些 PCA 都是我们自己会编的。然后你镜头的话，你真要说这个镜头其实你拆开来，包括 GoPro 的话，用的也都是 Umbrella 的芯片。那 Umbrella 本身是一个台湾公司，在美国上市，在中国生产，就是你说它是那个国产还是非国产，这个也不是很容易define的事情。谢谢。那个 Francis 你好，然后之前对这样打名，所以今天见到非常高兴。然后我叫 James， 了解跟小博演是 HKS 的新生。然后之前我所在公司13年的时候曾经pitch过你们，然后当时还和那个公司的各位工程师还有谈。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话，它的其实技术壁垒的话，就是国有很多公司会效仿，然后其实在13年、14年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一航啊，还有其他公司也会起来。但是我记得当时Frank说一句话，就是说，等这些公司做起来的时候，我们公司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永远追不上我们。所以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样的新的东西我看到了，除了我们的飞行器，然后没有新的这个手柄，然后我们可能未来的一些方向会是哪些？没发过产品肯定不能说了，但是就是技术上 by definition， 你所有的技术的创新别人都是可以 copy， 然后也是可以超越你，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如果你真的想你公司怎么能够打造一个护城河角度，你技术其实只是一方面，而且技术能打造的护城河其实是相当于相对比较脆弱的一种物质所致。这就为什么所有你看半导体或者是其他这些公司，它估值都不会很高，因为你本身如果是需要不断 innovate， 这个 business model 本身你很难能够看到10年、20年之后。那除了技术之外，你护城河还可以通过品牌，可以通过网络效应，可以通过包括你 enterprise customer 的粘性，这些来打造。所以我觉得技术本身只是一方面，当然现在就是说 competitor 其实比我们那时候想象还弱的，但是你从 build 一个 business 角度来说，技术只是一方面。就或者再多问一下，这个内容方面的话，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宣传 JS Studio， 然后在内容方面的话，会进行一些拓展。内容其实也一直在花很多力气，像我们现在在好莱坞办公室都已经20多个人了。那个你好，我问
是商学院的17届的学生，我叫王诗。我刚听您说，就是说，现在主要的市场其实都是在国外的。其实我是想听听说，你觉得国内对无人机这块的这个市场未来是怎么样？是说在未来几年里，您还是看主要都是国外的，国内是不太可能出现比较可观的这个市场，还是说有可能会有变化？如果有可能变化，是在 to C 还是在 to B 这边？国内也不是说不大，就是说国内总销量其实跟美国也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就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国内的话，一个我们也是有这个本土优势，然后其实包括跟各种渠道也是关系很好。就是国内如果市场涨，我们肯定是比市场涨得快，然后包括政府关系啊这些肯定也是比竞品肯定要好。但是国内可能你这个 regulatory uncertainty 是比美国还要更加不清晰一些，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预测。你刚才说过你以前是做 professional service， 就是帮别人买卖公司啊什么的，帮别人算账。现在变成在这公司里面你自己要拿公司里面的钱，我相信是你买一些相关的技术这样的 position 是吧？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个变化是什么感觉？可以描述一下。其实我一直在buy side，我从来没有做过 sell side， 所以也不是帮别人买。也就是说你在，我觉得更多差别是你在一个更 professional、更加那个 western 的一个环境里面 ，versus 你在其实很多程度上文化还是更中国的一个公司。那你买的，对不起，连续完了哈。你买的主要是国外的那些小公司和技术，还是在国内买的？我之前说过了是吗？都是国外。国外是吧？那整合起来，因为我曾经碰到过一些朋友说，国内的公司买一个加州的一个小 team， 一群美国人，他们整合起来非常困难。钱很容易整合，但是人和技术就很难整合。这些其实都是你通过 deal structure， 然后包括你业务上的一些 milestone 都是可以解决的。就目前没有什么问题是吧？目前还没什么问题。我问你问一个那个一样，就是咱们那个现在比如说打一个收入是挺灵活的。可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没必要公开。我叫卓称，是法学院的学生。我想跟进一下刚才小波问的关于竞争优势的问题，因为我记得当时是你们的 VP 就是 Andy Pan 在说过，就是别的公司可能需要花5到6年才会就是推出一款新的 model， 而你们的公司就可以在5到6个月就推出新的 model。你刚才说可能别的公司的问题是，一是可能人力和时间的资源不够，第二个是他们可能更多依仗于open source 这种 code。那你觉得就是从硬件和软件这两个角度来讲，哪方面就是优势你们是更明显，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能够比别的公司能更快的 iterate？ 如果说有一个公司他们真的是想和你们竞争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很费劲的会意识到你刚才提到的关于 open source code 这个问题，能不能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 theoretical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理论上，你任何一个业务都有可能被别人 copy， 都有可能有竞品出来。这个你只能说在现有的情况下，你怎么样根据你现有的优势，然后做得比别人更好更快。那你觉得你们在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呢？或者说你觉得你刚才说到是软件，或者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在硬件方面会有一些更能够阻止你们竞争者跟进的上面的优势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别的公司怎么做开发的，所以我很难说我们什么地方开发比他们做得好。但有时候我们也挺 surprise 这个，像一些公司可能1年多前就说要做无人机，然后我们等了好久也没看到它产品出来，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块出问题，所以你这样问我的话，我其实也不太容易回答。想问一下，你们会不会担心有人 hacking 这个问题？就
就是无人机这方面。第二个，我觉得你们这个拓展业务，我觉得自己作为 consumer 来说，我会比较想一种租赁的阶段，就是我自己买一个，我不可能每天带着用，我觉得不是偶尔出去玩什么的，我就租一个，这种商业模式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当于更下游，就是如果我们是相当于 OEM 的话，那个可能是相当于这个 Hertz 这样商业模式。那这个具体的商业模式是 viable，这个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考虑做一个 startup。但对我们来说，因为现在本身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如果我卖东西本身 margin 已经很高的话，我可能暂时先不用把资源花到做租赁这一块。刚刚你说你们在2011年有一个大的 take off，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你觉得未来可能5年之内发展的话，是不是会碰到，如果要碰到瓶颈的话，你觉得会潜在的瓶颈是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现在西岸2个 office，我看一个 SF， 一个 Los Angeles， 他们现在除了 R&D 之外，最主要的业务是在哪一块？然后之后的在美国市场的话，你们是怎么样规划的？我觉得最大潜在瓶颈肯定是，如果你不能够持续创新，如果你不能够一直创新，一直是推出新产品的话，你这个公司发展肯定会受到限制。但是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其实没办法预测5年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我记得应该是Bill Gates那时候说句话说，人类一般是overestimate what will happen in 3 years and underestimate what will happen in 5 to 10 years。那对我们来说，这个行业本身3年之前还不存在。如果你问我5年之后是什么样，它其实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肯定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那至于怎么样非线性，这个我也没办法告诉你。那美国的话 ，LA 主要是就是跟好莱坞那边接触比较多，然后San Fran是有一个小的 marketing team 在这边。就美国肯定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市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售后反修的中心。我会跟大疆问一些大问题，因为在座有很多都是商学院的学生，然后我觉得大家在考虑就职的时候也有很多 balance 的打。你提到 professional service， 而且现在 startups 也很火。那我很好奇是，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思考过程，怎样的一个机遇，让你从大公司把你撒给？因为我知道加拿大那个也是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的一个机构，怎么样转到一个国内的 startup 去做这个 investment， 就是当时是怎么思考的？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这些后来者？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每个人情况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你们没办法有这个 one size fits all。对我来说，我是感觉对我来说肯定是 take more risk， 但是可能一方面自己有些想 take some risk， 一个是觉得能够 afford take risk，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看就是说你自己的包括 passion， 包括你过去的经历，这个肯定不会存在一个 one size fits all。你好，我叫陆浩晨，也是商学院1年级的，之前在 Xtecher Capital。然后我知道现在 DJI 其实是很多投资公司的投资界大家都在追嘛，而且你们其实也没有那么，你们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着急的要钱，所以大家都在猜你们到底将来的方向是什么。因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killer product， 你们那个无人机现在也就大几千块钱，其实从成本上，就不说成本了，这个不太好说，就从你的价格上，从消费者的这个可支付的程度上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affordable一个产品。我的感觉，当然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如果你们真的在 to C 端发力的话，这个产品当然现在可能产能是个限制，但如果产能的系统产能可以很快的扩张的话，其实你们很快就仅仅这一个产品就能很快推高，可能现在的这个数量比可能很快能再翻倍再翻倍。我就不知道你从站在你们公司自己的角度，你们真正的 vision 是什么？是仅仅说想把这条线做得很大，很快就能够在 revenue 上、在利润上 take off， 还是说你们有更大的 vision， 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这边有人上过那个 BSC 吗？2年级还没上过。没听那课，下学期听。那个如果按照 Christian 理论来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产品 good enough 的阶段，就是还没有到要开始这个 low end disruption 的阶段。
技术上的进步至少还有几年的一个runway，可以让它产品本身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你现在包括 human error， 包括其他一些问题，还是可能让这个产品出问题。就 by definition， 你现在前面有人提到 custom service 一些问题，也是因为你这个东西毕竟是你在天上飞，在自然环境里面有电磁干扰，所以它出问题比例肯定比你一个手机出问题比例要高。你技术进步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的。然后等这个东西到了 good enough， 按照 Chris 理论，那时候可能要开始念 commoditization， 然后low end disruption。但那时候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整个产业链上 value chain 是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不忘。对于公司来说，我们不觉得我们 business model 是 like fixated on hardware or something else。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capture 最多的 value。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会未来想跟3D 打印之类的有什么未来可能合作的这种利用他们现在技术的发展，会有一种 converge 到一起谈那种就是生产？这你自己怎么看？这块我知道有 hobbyist 可能用一些 3D 打印，就把我们的什么飞机相当于这壳儿给它弄得更好看一点。其他的话，我不知道你是有想到什么具体的应用，你是想问的？暂时没有，因为我听你讲，好像这个 bottleneck 就是你这个 manufacturer 怎么快一点来，就是让更多人能买这个飞机嘛。我想3D 打印是不是可以模型意义上？3D 打印主要还是 prototyping 的，那我们肯定已经是远远过了这个阶段了。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也不仅仅是在。但从那个，我觉得bottleneck倒不一定是3D 打印的。我叫 Sarah，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之前提到说，因为大疆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明星粉丝，包括 Robin Kane 等等，相信这个对推进这个产品更多的走向大众的这个市场也有一定的作用。很多 startup 或者说甚至是成型的公司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可遇不可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 DJI 就是比较有比较 strategic 的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marketing campaign， 还是它更多是一个 organic， 就 how did that happen？ 我觉得肯定很大程度是运气的，因为我们那个 marketing expense 占 revenue 可能也就1%-2%吧，不会说花很多钱去做这些东西，所以你可能是 bootstrapping， 然后你正好在某个时间点上，你这个东西够 viral， 然后你正好也是因为是 first mover 的关系，所以也是有一些好处。所以大部分这些人，我们也是觉得他就是从他自己的渠道。包括汪峰那个事情，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 we actually wouldn't recommend that， 因为他用的是我们 Phantom 2 的话，你没有装室内定位的那个视觉系统，其实在室内飞是很危险的，就说不定就把那个章子怡就走了。你好，要总行风大学学工程计算机的，就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技术发展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听说有些公司在做这边的技术思路，就用无人机加无人机的精确自适的定位，加上多位控制，再加上视觉的一些分析软件，然后来做大规模场景的3D 扫描，然后你们在美国这方面做技术投资的时候，有往这方面来投资做布局吗？这其实已经不算新的技术了，这我前面说那个 Apple 不是用无人机来管它的 construction site， 其实就是三维扫描重建的技术。那我们自己其实 portfolio 也有这方面技术的三维重建的公司。是自己做的吗？还是收购的这种公司？是相当于投的一个 team。能问一下？现在还没有公开。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好，谢谢各位。